姑娘，求求你，借钱呗！你说过你可以借的，只要小梅，只要小梅实际上你可以借给我们的，求求你，真的求求你了！今天晚上我老头子的性命就全靠你了。这怎么回事？我刚刚在里面跟主治医生沟通了一下，他跟我说话很直接。现在呢，你们只有2个选择：不救，病人活不过3个月；救的话，就得马上手术。但是呢，病人在手术之后有很大的几率会全身瘫痪，所以必须要找专人陪护。我也帮你们打听了一下，如果进康复中心的话呢，不但价格贵，而且康复的可能性也并不大。如果不进康复中心，那么手术后所需要的医疗费用就不是很高。所以，考虑到你们目前的生存成本问题，我觉得目前这个方案是比较可行的。安迪，你先去车上，这儿的事儿我来替你处理。放心吧，相信我。整个手术费需要多少钱啊？连手术加住院观察，前后也得10万左右。现在情况就是这样，救还是不救，也只有你们家属才能同意。当然要救了，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我的老头子就这样死掉。听着母亲的话语，樊胜美心中充满内疚。爸爸当然要救，但是钱呢？就他那一点工资，要租房，要养家，原本就捉襟见肘，而这10万块手术费，更是如一座大山，压得他喘不过气来。小梅，你爸爸他是退休的，他是有工资的呀，可我没有啊！他要是活着，还有这份钱，我们家还能过下去。以后不用事事都指望你了呀。你以为我不想救我爸吗？啊！你到现在还在说钱钱钱，可那怎么？那是我爸，我不想让他活着吗？啊！我知道。魏总，对不起啊，我可能有点冒昧，能不能借我点钱，我给你打个借条？可以，但是我要跟你谈利息和抵押，毕竟牵涉到10万元本金。没问题，我家里所有东西都可以抵押给你。我不知道你家房子里所有都是什么东西，但是按规矩呢，我只收容易变现的资产作为抵押，比如房契一类的。这个可以有哎，樊姐，你们一家子同来到上海，应该会随身携带最重要的文件吧？你爸爸生病是全家的大事儿，应该全家出钱出力，你别光顾着想你自己有没有。你哥哥在老家应该有套房吧？依我看啊，应该把你混账哥哥的房子也卖了，给你爸治病。反正他现在出逃也用不上那套房了。如果房产证在手边，那就好办很多了。房产证放我这儿，1年期，假如1年还不上的话，我们就卖了房子收回本。不行，房产证不能给小美的呀！啊，你哥哥的房子不能卖啊！你卖了，你哥哥就会离婚的，你知道吗？小美啊，你不是说能找到人借钱的吗？离个屁呀！你那儿媳妇现在顶多是个拖着儿子的中年妇女，一个离了婚的中年妇女，现在谁要啊？她根本就不敢跟你儿子离婚，行吗？就算她头脑发昏，非要跟你儿子离，人家好歹也给你生了一孙子了，你也够本了。阿姨，你别光顾你儿子，不顾你女儿。你女儿今年都30了，
过了元旦31，剩女一个，别让她拖着一身债务，连嫁都嫁不出去，当一辈子老姑娘。你这当妈的不能这么偏心。盛美，你也是，难道你真的想头脑发昏当圣母？你想没想过，你这把岁数了，再拖着一身债务，你还上哪掐尖去啊？是吧，樊大姐？你不会想告诉我那个房子你有份出钱买，你有感情？行不行？一句话，你要抵押赶紧抵押，反正魏大哥是债主，只要他同意，至少有钱让你爸上手术台。你想没想过，你这把岁数再背着一身债务？许潇潇为樊胜美打抱不平，越说越起劲儿。她早就对樊胜美那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不满10000遍了。如今她看清了，以前那个老是死要面子、虚张声势的樊大姐，原来是一个独自扛下了所有的事、伪装坚强到让人心疼的傻大姐。可整个家庭的事，不该由樊胜美一个人来承担。小美，不能卖房子呀！你哥的房子绝对不能卖的呀！你要是卖了，他回来到哪里去住了？还有你嫂子和蕾蕾，总不能让他们回来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啊！啊！我是无所谓啊，房产证先压我这儿，我可以接受。你们要卖房子，一时半会儿也办不了。那今天晚上还得跟我借钱，我只跟你们亲兄弟明算账，不管借期长短，一律按私人借款的利率办，3分利不还价。魏总，那是每个月还多少利息呢？借10万块钱，每个月还3000的利息，到了年底连本带利136000。对，虽说这是规矩，可是樊大姐以你的工资能够还本付息吗？别把自己逼良为娼了啊！这不是高利贷吗？你们都是邻居，隔壁的住着，你就客气一点好不好啊？大半夜的别做白日梦了好吗？高利贷才3分利呀！你不信让樊大姐打电话问问，看她今天晚上能不能借到这么多钱。小美，要不你就答应了吧啊！就你爸爸要紧，以后你再咬咬牙省一省，钱总是能省出来的。你真要逼你女儿卖身呐？妈，你偏心我不怪你，可是这么多钱，你别说1年了，我就是10年8年，我也未必能还得上。你也看到了，我身边的朋友还有同学都是被我借怕了的。我跟他打了一圈电话，没有人愿意借我钱。现在摆在你面前2条路：1，卖房子让我爸上手术台；2，不卖，看着我爸死。你决定吧。等一下，你们有权利卖你哥哥的房子吗？我哥的房子是我爸妈花钱买的，他们担心我嫂子会闹离婚分房子，所以房产证上写的他们的名字。妈，我爸现在脑出血不等人，你赶紧做决定。你是不想救我爸吗？啊，你想看着我爸死在你面前是不是？啊，你刚才不是还求着我去救我爸吗？我不能做这个决定，我一个妇道人家，我怎么做这个决定啊？你爸爸都会打死我的。打你，你得醒得来才行。我该怎么办？魏总，这样你能不能先拟个那个借条？只要我爸上了手术台，我就回22楼给你拿那个房产证。事不宜迟，我怕等不了人。好。啊，你，小樊，刚才得罪了。我们跟王百川商量了一下，觉得你们家的债务由你一个人来承担，这不是办法，也不合理。我们就自作主张了一下。一会儿拿到房产证之后，我先帮你收着。具体这房子怎么处理，我希望等你父亲手术之后，你心定了，再做打算，好吗？你们还有，借你的钱不收利息，
也不用着急还，等你什么时候手头宽裕了再说。魏总，我还得请你帮我一个忙，可不可以尽快帮我把那套房子卖了？可以，但是这件事儿我要托付给王百川，我对你老家的情况不熟悉，怕吃亏，你不用出面，知道就可以。没关系，那房子有一半钱是我出的，我问心无愧。哎呀，我到现在才知道，有的时候扛不住了就不该自己硬撑。以前总觉得自己挺有本事的，什么都敢做，把自己当个英雄。现在才知道，我在别人眼里早就是个大小。不，我不觉得。我觉得你很勇敢。这件事情换作是我也不会处理得比你更好。安迪，谢谢你。嘿。